馒头膝的处理，在以前呢，都喜欢在这个内侧这个地方去开一个洞，去把它吸掉。可是这个地方哦，在这个膝盖内侧这个地方，这个伤口其实很丑，因为这个地方的皮它很薄，它很容易会有这个色素。一个只会话术的诊所，不能给你有效的治疗；一个不愿录影的医生，不能承诺手术的真实。记得，没效的才是最贵。想做要找真专业。一个很好的机器哦，他今天把微缩拿在手上，它全部融，它还是可能会造成凹凸不平。你要知道怎么去运用它，才有办法达到最好的效果。特别是内侧这个地方，你既要抽得干净，你又不能把它抽到造成粘连啊。那抽完之后呢？我们还可以让它维持一定的这个紧张程度，让它可以在不粘连的状况下，是皮肤本身是紧的。那这个就是需要一个很高的一个经验数哈，或者是要有一个很充分了解这个地方构造的这个状况下，你才有办法做到。所以大腿内侧这个地方要特别的小心，特别对于一个初学者医师而言，它是最容易犯错的地方。大腿内侧还有一个地方很容易被忽略哦，就是这里，这个我们叫做馒头膝哈。那像它呢，现在已经没有馒头膝了。那馒头膝的处理，在以前呢，都喜欢在这个内侧这个地方去开一个洞，去把它吸掉。可是这个地方哦，在这个膝盖内侧这个地方，这个伤口其实很丑哦，因为这个地方的皮它很薄。它很容易会有这个色素哦。那如果你为了要处理馒头膝哦，特别开这样一个洞，其实是很不划算哦。那所以我们现在在处理，我们一样从这一个伤口，我们就可以把这整片都可以处理干净，连这里的馒头膝都可以一起处理，这样就不会有多余的伤口跟多余的疤痕。这馒头膝其实它非常的重要，很多人忽略它，为什么呢？其实当你大腿你把它抽得很干净很漂亮。你缺了一个馒头膝，你会发现你的大腿到这个地方凸了一块，远远看你的膝盖变得特别大。可是你今天把馒头膝你把它处理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脚会变得很直，你的大腿的小腿的连接它变得是一直线的。这个时候远远看你的脚就会变得比较长。可是你多了一个馒头膝的时候，因为你的大腿跟小腿看起来就是两截的，你的腿看起来那个长的美感就消失了。所以馒头膝一定要处理，你没有处理，你就算上面抽得再漂亮，你的腿远看是不行的。好，那这是关于大腿内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腿的前侧。大腿的前侧区其实在以前早期的时候，有些这个整形的书上是认为大腿的前侧是尽量不要抽。为什么呢？因为大腿的前侧我们在抽的时候，抽完以后会觉得它会绷得很紧，会紧到什么程度？甚至会觉得你脚要曲起来的时候，它会紧到你会很难屈。那这对于一些人而言，他当然会觉得这样很不舒服。可是对于脚比较粗的原本可能比较粗的，像我们店内有人腿可以抽4000cc 的，他一定要抽这个部位。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说过，这个地方当你在抽的时候，它术后它会紧贴。你想想看，一只腿抽2000cc， 那是不是代表一只腿上面放了一个大保特瓶在上面？你的皮一定撑得比较松。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运用它会贴紧的特色，我们把这个前面的这个部分，我们把它抽得很干净的时候，它腿一收紧，你的大腿的皮它就不会这么的松。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用那大腿还有一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就是这一区这一区其实它跟馒头膝它是很接近的。有的时候我们在看一个人腿，真看很漂亮，侧看的时候怎么？对不起，这位侧面侧看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到这里这样凸出来一块，因为以为好像它的整个膝盖变得很大，那就是因为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没有抽干净，所以大腿的前侧其实它也是在于一些腿原本就稍微比较粗的人，我们可以好好的把大腿前侧抽一抽，让它大腿达到一个紧致的效果。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资讯分享给你的朋友。我相信可以给大家很多正确的一些概念。好啊，如果你分享给朋友，你跟我们说，我们的小编会在线上把我的一本电子书分享给你那这本书里面写了很多的
关于微整形一些解剖的一些概念，我相信对大家在爱美的过程中可以少走很多的冤枉路。今天就到这里喽，拜拜。因为没效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哦。